好，那现在我们来分组吧，哈，看要怎么分哈。Shafiki， 我可以要求和这位同学一组吗？哇，好啊，既然你都这么主动了，那就男女，女，男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好。好可怕！他一直这样子对着我笑，总之真的很可怕啊！怎么办？哎，你还一直笑。我不是跟你说过那个 Mr. 发西对你有古怪吗？果然被我说中了。看来你的桃花运已经开始萌芽喽。才不是！哎，你不要顾着笑啊，你快点帮我想办法摆脱他。那个 Mr. 发西真的有那么可怕吗？当然，他可是乌云呢。你忘记我因为他受尽了多少折磨，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。哦。Sam，Mr. 发西出来了，我再打给你 ，OK？ 拜拜。Good luck。喜悦， ，Boss， 我感觉你有问题想要问我，为什么不问？那我就问了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上课？如果你叫我 Marcus， 我就回答你。Sorry, boss， 叫不出。你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吗？我来这里是为了每天都能见到你，学厨艺。新加坡有这么多地方学厨艺，你为什么要来这里？要上课了，进去吧。Zen， Jeffrey， 你几时到的？就在你刚刚把脚拿上来的时候啊。我做的麻薯鱼粥都给你。特地为我做的。是你说在医院没有胃口，所以我猜想可能是这里的食物你吃不惯。放心，我这里面呢没有内脏。哇。也谢谢你来看我啊。其实，我觉得我欠你一句道歉。为什么？那天，我不知道怎么婉转的表达自己，可能伤害了你，对不起啊。哦，我没有放在心上，真的。我们还是朋友吧。好朋友可以吗？吃吧。哦，哇，真的很好吃。对了，你不是要去代课吗？怎么有时间来看我？啊 ，Sherry 机会来了，就让他继续教课。那你应该没看见新的插班生吧？你怎么知道今天有插班生？啊，雪月刚告诉我，新的同学竟然是 Mr. 法西。喜悦以前的老板，他对烹饪也有兴趣吗？我只知道他对喜悦有一点点兴趣。你确定他对喜悦有意思啊？不然一个大老板怎么会突然去上厨艺班呢？那喜悦对他是什么感觉？他怕到要死，刚刚就打来向我求救的。不如 Chef Ray，你去帮帮他吧。好。
那我先走了，你好好照顾自己啊。随口讲讲的，需要这么急吗？哎，学费赶时间啊，走这么急？他走远了吗？嗯，快来帮我，很痒。痒啊？嗯，哪里痒？那边，脚板。那边，这样。里面多一点。啊，哇！谢谢。哎，到现在还找不到标。乐乐每天问我他妈妈在哪里，我已经想不到借口了。哎，我是不是应该去医保啊？找那边警察帮忙找。彪还在新加坡。啊？我老实告诉你，我会摔断脚，就是因为彪。我亲眼看到他还在新加坡，跟你两个在一起，所以你不用找他了，他不会回来的。三丢君，你够了哈！你为什么每次这样的哈？你再这样污蔑标，我真的跟你翻脸啊！常胜军，哪有人每隔2、3天朋友有事的？不是妈妈死，就是亲戚死，就是朋友的爸爸很麻烦，需要他陪，有时候还在外面过夜。你难道一点怀疑都没有吗？不要再骗自己了，好不好？巧合不可以呗？这种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啊。不要之前答应过我，会跟你坦白他有外遇的事，可是他一拖再拖，根本就没有打算要告诉你。现在他决定抛弃你了。什么抛弃我？你不乱讲哦！乐乐还在我家，他不可能连女儿都不要了。对了，他还推我下楼梯，没有叫救护车就跑了，一点良心都没有。我是不会相信你的，除非他亲口告诉我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说了很多有关玉米的做法，现在给大家做功课了。Chef Ricky， 为什么不用罐头的玉米？ Because 我们要下课问你去哪里啊？再加上模拟厨法，我们是专打扫课室味道的吗？我帮你，怎么可以依赖罐头呢？不用你帮去叫外卖，没关系的，我们是一组的。哎，两位好像有好多的悄悄话，不如说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嘛。对不起，Chef Ricky。 Sorry, Ricky， 我们做了错误的示范，我们愿意受罚。受罚？哎，好玩好玩！哎，罚什么呢？啊？就罚我们帮大家剥完所有的玉米吧。太棒了！好好好，那就这么说定。老师在讲话，你也在讲话，肯定不是个好学生。恰好相反，我以前不爱讲话，老师还担心我交不到朋友呢。对哦 ，Boss， 你以前都很安静的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 Marcius， 你话变多了，人变友善了，整个人都变了。那你觉得怎么样什么怎么样？ ？OK 吗？你觉得我现在 OK 吗？容易相处吗？不 OK。哪里不 OK 了？你说这么多话，害我被罚，当然不 OK 啦。那要不这样，我请你吃午餐，和牛套餐，怎么样？喜悦， Chef， 你们怎么还没去 lunch break 啊？被 Chef Ricky 处罚喽。好了，喜悦，别生气了，我现在去定位子。这么多的玉米，就你们2个处理，岂不是要弄到晚上吗？对喽，哪里还有时间出去吃饭，浪费时间？哎呀，你自己出去吃啦，我留下来弄。我帮你吧。啊，不行，是我们2个人受罚，怎么可以让别人帮呢？而且我现在也不饿，喜悦，我们继续吧。我也这么觉得，不过还是要谢谢你，Chef。至少让我教你们一些方法，可以比较快速的完成任务。什么方法？
好像快多了，我也试试看。这个方法我在网上早就看过了。那你刚才不说？我想跟你独处嘛。我以为 Chef Ricky 是要我们手做，不能够用工具。适当的工具还是可以的，就好像你不可能用手切肉一样。Chef， 你又帮了我一次。不客气。Boss， 你有时候就是太小心了啦。喜悦，我们快点做，做完了还可以去吃和牛套餐。原来你们喜欢吃和牛，我朋友开了一间餐厅，保证你吃了会跳舞。真的啊？好啊！耶！喜悦，我的车很乱，你帮我收拾。哦， Chef Ricky，你慢慢走过来就好了。上车。你的车子很整齐啊，为什么要整理？你说不用就不用，上车。我坐前面啊。我们是同学，他是老师，难道老师不应该坐在后面吗？我只算是你们的 senior， 年轻人不需要这么讲究吧？启源，坐后面吧。绅士应该对女士礼让。哦，我们是传统思想，应该尊师重道。上车。 Yes, boss。老师，请。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？难道 Zen 说的对 ，Mr. Fassi 真的爱上我了？ 哎，那个和牛很难吃啊！你脸色怎么这么黑啊？师傅，你已经霸占了我的餐厅，现在想侵略我的房间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楼下真的是很热啊。你也知道，我也是有偶像包袱的嘛。哎，不过刚才啊，我什么都看到了呀。看到什么？你是说我刚才教喜悦的那些小技巧？这不算犯规吧？我是说，我看到了刀来剑往，很精彩。真没想到你这个万年不变的温牛奶终于也温度上升了啊！我说啊，那个喜悦同学应该就是那团火吧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已经把西瓜软糖送给他了。真的？板头，你现在来了一个竞争对手，来势汹汹 ，I think you need help。不必，我不会被打败的。你是说 Mr. Fassi 真的变了？他还有什么不一样的行为啊？他以前都是冷冰冰的，像个木头一样，可是现在他的笑容真的很奇怪哦。哇，对你温柔，还很好相处，而且还痴痴笑，他 confirm 是喜欢上你了。Sam，都是你这个乌鸦嘴，这样给你说中了。我要带什么才可以辟邪啊？还是我叫阿嬷帮我求一支桃花剑，把这个烂桃花给砍掉？你真的很迷信哎，就当是你有桃花运，那也不是坏事啊。我觉得啊 Mr. Fassi 再也不法西，他已经变成 Mr. 达西了，多可爱！Sam， 我都已经怕到要死了，你还在捉弄我，你到底是不是我 BFF 的？唉，哥，你怎么了？我刚刚去找了彪的2个同事，奇怪的是哦，我一直打不通彪的手机，可是他们一打就通了。彪，你在哪里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彪，一定是我啊，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事情惹他生气，他才会离家出走的。哦，阿哥啊，你知道那时候我被污蔑是小三的时候啊 ，Mr. Fassi 很快就找到那个捣蛋的人了，要不然你也找他帮忙啊。不过最近啊，他很少回公司哎，我都见不到他。你每天都见到他吗？你帮我问他嘞。啊，可以不要吗？你哥已经开口了，就帮忙啦。Mr. Darcy， help help！
喂，我都讲烦了，你还在那边开玩笑？那你真的很幸灾乐祸哎你。喂，还有啦？睡了吗？还没，你最近好吗？我很好。你上课上的怎么样？好玩吗？很好啊，可是最近又有一点不好了。为什么？我的前老板突然也来上课，真的被他吓死了。他怎么吓你？他变得怪怪的，一点都不像平常的他，而且还突然对我很友善。这样不好吗？不好，很可怕。其实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不是因为这位老板，你也没有办法追求你的梦想。我知道，我当然很感激他，可是每次跟他在一起，一定会发生很倒霉的事，我真的很怕靠近他。你一早就认定他会带来霉运，所以每当有坏事发生，你就认为是因为他。可是你发生好事的时候，比如你当上了主播，你赚了学费，你就忘了其实这些好事也跟他有关。是哦，我突然觉得有点内疚了。那以后就对他好一点。嗯，我会的。谢谢你提醒我，吉祥物姐姐。早。你这么早就来啦？坐。我买了早餐给你，老家乡的。万一吃了肚子痛怎么办？今天又忘记带小鸡出来。怎么了？平时你想都不想就会吃了。哦，我不饿。我叫老板加料的，想不想？我真的不饿啦。那好吧，等你饿了再吃。对，马上。你叫我什么？马上哦。我有件事想要请你帮忙，可以吗？你不是认识一位很厉害的私家侦探吗？可以把他的联络方式发给我吗？你为什么需要私家侦探？哦，我想要帮我阿哥找他 missing girlfriend。好啊，你把他的个人资料发给我，我帮你联系私家侦探，应该很快就会找到他了。谢谢。我已经想到你该怎么报答我了。快吃。张喜悦，他现在都不是你的 boss 了，你还给他牵着鼻子走。可是我阿哥真的需要帮忙啊，吃了再说吧。这个肉真的更好吃哎。Mushroom bourguignon with cheese polenta，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做法，很多美洲人都是爱这么吃的。好，现在就让你们来自由发挥。哎，就是让我们自由发挥。我的厨艺班就是要启发你们，
开发你们对美食的视野。我要栽培的是有创意的厨师。如果你是希望我 spoon feed 或者是牵着你的手来做菜，那么我想你们是可以退学了。Sorry chef， 我不要退学。Chef Vicky， 我们可以加入其他的食材吗？可以啊，爱怎么做就怎么做。The sky has no limits。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你要等到圣诞节吗？哦，不要不要。喂，你干嘛跟着我啊？你忘了我们是一组的吗？从现在开始，让我来当你的帮厨。吉祥物姐姐叫我对她好一点。好啦，我们就一起做啦。你不是已经知道要拿什么食材了吗？你为什么还跟着我？我担心我拿错，所以我跟着你，可以随时问你啊。在公司明明是个精明能干的 boss， 为什么来到这里就好像 baby 一样粘人？剪吧。哎，没事吧？你先坐下。没事没事，你不要动，我不要动。那你做好了，我帮你拿食材。帮我去拿红辣椒，我要做辣的肉酱来配到我 Polenta 薯条。红辣椒。对啊，红辣椒在那边啊，你要多少？越多越好。去啊去啊，走。你自己拿。好，喂。莫名其妙，为什么他一直rodí吧嗒的？Boss 于是好像说过 ，Mr. 法西不喜欢吃辣的东西。你这样子做的话就会更快。你到底有没有在看我示范的啊？有啊。你不是不喜欢姜葱蒜吗？为什么没有阻止我用这些食材？不能因为我个人的口味，就让你做的菜被扣分，而且没有用这些配料做的菜也不香啊。我先声明哦，我们等一下要把自己煮完的东西吃完。我是不会帮你挑姜葱蒜的。你果然一想到姜葱蒜，就会想我啊？怎么了？你等我一下。你知道 First Aid？ 你们知道 First Aid Kit 在哪里吗？乌云就是乌云。谢谢。喜悦，我帮你止血。只是浅浅的割了一下，都没有血了。哦，对了，我知道你不爱吃辣，所以我就特地改成番茄酱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喂，什么？喂！
喂，老师，马生，喂，马生，你怎么了？马生，喂，发生什么事？马生，你怎么了？喂，马生。我们先出去，让他好好休息吧。喜悦啊，幸好有你啊，不然当时马修都不知道有谁可以帮他了。没事。可是 Boss Richard， 马生是不是身体不好啊？当时他是不是看到什么红色的东西啊？哦，有啊，我们的同学倒翻了一盆猪肝。难怪，他一看到血就会浑身不舒服的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只知道他不能看到红色的东西。那他为什么爆厨一半，我们处理食材一定会看到血的啊？喜悦啊，你是不是觉得马修是个难以捉摸的人啊？我觉得他有些难搞，而且也喜怒无常。一点点啊。他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很难相处的。其实这也不能怪他，这都是因为他小时候的一些悲惨的经历。喜悦，为了不想让你继续误解他，我决定说出真相。妈咪，妈咪，妈咪，从那一天开始，马修只要看到红色的东西，就会很不舒服。我可以问他妈妈为什么想不开吗？他爸爸有了外遇，他妈妈也因为这样，马修的心里有了一段非常阴暗的过去。只要一看到血，或者是血红色的东西，就会想起当时那一幕。终于明白为什么表哥这么恨他爸爸。我一直以为 Boss 冷冰冰的，没想到他受到这么大的伤害。你不要看我表哥好像很难相处，其实都是装出来的，因为他怕别人接近他。他对我和 Daddy 是很温柔、很 sweet、很 nice 的。真的误会他了，真的很抱歉。其实也不能怪你。很多人外表冰冷，其实是在掩饰心中那团火。因为这团火非常珍贵，只能留给最在乎的人。你懂不懂？那他这么讨厌午餐肉，是不是也跟他小时候有关？他失去母亲之后，他父亲很快就娶了新太太。你可以想象，当时的马修是多么的孤单，多么的无助。小心！
坐下吧。听说啊，你最近又没好好的吃饭了，要不啊，不吃东西怎么行啊？爸爸买了你最喜欢吃的午餐肉汉堡包，快吃吧。三爪阿姨啊，对动物的毛敏感，才会把小星星送走的。你原谅她好吗？小星星是妈妈买给我的。爸爸就是知道你不舍得，才会叫阿姨把小星星送去宠物店。它也是你的兔子啊，只不过是住在宠物店，你每天都可以去看它的。今天可以去吗？当然可以，不过先把汉堡包吃完。OK。慢慢吃，不要吃那么快。喝点牛奶。你还在干什么？爹地说你喜欢吃午餐肉是吗？我请你吃哦。你喜欢吃肉，吃个够。我们每天喂你吃。你最好记住，这里是我的家， Daddy 是我的，家里全部的东西都是我的。走。你到底怎么当父亲的？儿子伤成这个样子，你竟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？只是小孩子吵架而已嘛。就是啊，刚才我已经问 Gordon 了，只是小孩子之间打闹，不小心伤到他而已。我已经骂了 Gordon 了，叫他以后要小心点。麻烦你叫你儿子出来，我要问他到底在玩什么，为什么会把人伤成这个样子？你先别那么激动，小乱都说了，这只是一场误会。误会？你在外面搞外遇是误会，害死我姐姐也是误会，现在和别人一起来虐待自己儿子又是误会。不管身为一名丈夫还是一个爸爸，你就是彻彻底底一个失败的人。嘿，这里是我们家，你可以放尊重一点嘛。沈川，沈德耀，你知不知道自从你再婚之后，小新受了多少委屈？如果不是忍无可忍，他不会打电话叫我来救他的。好，既然你没有办法给他一个温暖的家，没有能力保护他，他以后就跟着我。你有什么资格？他是我儿子，我怎么没有资格？至少我是最疼爱他的亲人。如果你要打官司，这些伤口我会拍照当证据。小心，大胆说出来，你要跟谁，自己说。小心，爸爸知道，你只是不适应新妈妈和新弟弟，你要学习跟他们相处。以后，爸爸会多关心你的。我们一家人，好好相处，好好过日子，好吗？我们不是一家人。好了，小新，不要再哭了。舅舅答应你，以后会好好照顾你，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原来你是我的表哥，你是他的 hero。你知道你表哥本来是多好的孩子吗？善良、听话、懂事、聪明，与我好才华。他母亲想不开，永远离开了他。他父亲主持的新家庭不再爱他，
所以他才会封闭自己，不再相信世上还有温暖。我还一直煮午餐肉给他吃，要他对午餐肉改观。我没想到是在挑起他悲惨的过去，我真的很抱歉。喜悦，你不要一直责怪自己，只要你以后对他好一点就 OK 了。喜悦，现在你明白了，应该不会再怪 Marshall 以前那么不近人情了吧？我不会再叫他 Mr. 法西了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你心里这么苦。还是不要啦，等一下你又生气。他喜欢兔子。喜悦，你醒了？你觉得怎样？头还会痛吗？还会晕吗？你要不要我帮你泡一杯热牛奶？你先坐着，不要动 ，OK？ 他醒了，我去帮他泡热牛奶。麻烦你了。是不是有点觉得自己因祸得福啊？我睡着之后发生什么事？你只要知道，人我帮你留下来了，连心房都帮你敲开了。接下来要怎么样，就看你自己喽。他上了。那时候我不懂你为什么总把我当成乌云来闪躲，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不寻常的感觉。还记得一开始觉得你很讨厌，到底是谁先动？现在你知道了吧？其实那天在你朋友面前，不是我不愿意陪你演戏，是因为你手上的红色丝巾。还有，不是我不愿意吃你的羊骨汤，因为它的颜色也是鲜红色的。我已经原谅你了。你还真的生气啊？没有，我现在又不是我的 boss 了，可以不要再开我玩笑了吗 Sorry， 对不起。喝牛奶。一个大男人竟然会害怕红色，会不会很不 man 啊？不会啊，可是如果你生病的话，为什么不去看医生？不应该逞强的。其实我没有看到红色的话，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，不用看医生。哪里不会影响？表哥，你不能吃麻辣锅，就连西瓜汁都不能喝，而且你 Chinese New Year、National Day、Christmas 都不可以出门，怕看到满街人都穿红衣服，哪有人像你这么惨的？哪里有那么夸张？
是你爹地紧张过度了，从小不让我吃麻辣锅，喝西瓜汁。其实我 OK 的，没有那么容易出事。不行，你一定要去看医生，最多我陪你去。我也可以陪你去。你愿意陪我去？我还以为一出院就能吃到你做的菜，好想念啊！等厨艺班结束后，我再补给你。好，那你欠我一餐哦。OK。喂，不要这么要死不活啦！我相信很快就有标的消息的。乐乐每隔几分钟就问我他妈咪去哪里，我也想知道他妈咪去哪里啊，可是没有人可以回答我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你找的那个私家侦探怎么样了？找到什么东西？我已经提醒马舍斯了，他说会去吹一吹。狗儿，你不要这么担心了，表不会有事的。刚才你是跟 Mr. 法西在一起啊？我陪他去看医生。怎么了？他生病？哦，就生了一点小病啦。你刚才叫他什么？马舍斯。你几时跟他这么 friend 的？其实我最近和他相处有更深一层的了解，我觉得我突然明白他为什么以前会这么难相处了。我以后不会再叫他 Mr. 法西了。其实我都不觉得他很法西啊，他挺好相处的。看来你已经接受打戏了啊。Zen， 你不要乱讲啦。Sheffy， 这些都是你的好介绍。啊，是啊，来试试看。哦。好香哦！我种的咖啡豆果然是不同凡响。你看你笑得多开心！来，给我一点。就真的是这么一点点啊？你那些倒给谁啊？不是给你的。音乐响起，照亮整个房间。你手中的惊喜让我忘了呼吸，问题已经感应，迫不及待想答应你。So in love, we are so in love。你在最完美这一刻感动了我 ，Cause we're so in love, can't control this love。决定从此刻跟随着你给的快乐结局 ，Baby。现在我说 I do。的誓言，惦记着永远，头一点，绝对不再改变。每一句誓言，让人好依恋，情不自禁又想起那画面。